家用电器已经成为每个家庭生活的必需品，大家在选购时更愿意相信产品是一分钱一分货，会盲目的认为贵有贵的道理，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实际需要，一味的去追求品牌的高端款。但其实家电行业也会存在暴利产品和品牌溢价，老百姓赚钱不容易，选家电能满足功能需求就可以了。这几样产品没必要买太贵的。一、电视机真没必要买贵的，因为它已经不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。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，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手机追剧、看电影、看新闻、看综艺。想想你有多久没有看电视了？花了7、8千，甚至上万元买的电视，一年也开不几次。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偶尔打开电视烘托一下节日的气氛，大多数时间放在客厅里就是一个摆设。很多人在选择电视时只想着越大越好，还要追求画质的清晰度、流畅感，还有一些智能体验，所以可能咬咬牙买了个很贵的电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单次使用的成本太高了，质量再好，功能再全的电视最多也就10年8年寿命，10年以后就算没有坏也会被淘汰的。所以电视对于使用频率不高的家庭完全没必要买贵的。小东建议电视选 LED 屏，真 4K、4核的运动内存2GB 以上，存储空间在16GB 以上的65或75寸的3、4千价格的足够用了。2、烟机对于中国家庭来说，一日3餐只要下厨，烟机是必不可少的。大家在选购烟机时会担心便宜的烟机排烟效果不好，搞得油烟到处跑，所以往往会一狠心花了6、7千买个大牌烟机，想着日后用个10年8年也没问题。但其实烟机没啥技术含量，说白了就是一个风机和外壳，使用寿命好与坏取决于电机的用量。相对来说，纯铜电机使用寿命会更久。至于抽油烟的效果，还要看它的吸力、风压、排烟量等参数。理论上1、2千的烟机和贵的烟机参数相同的情况下，排烟效果都差不多，只有使用几年后，随着电机的老化和损耗后，才可能有明显的区别。小东建议，烟机没必要买太贵的，选了普通牌子1、2千块钱用个几年，坏了直接换新的性价比更高。如果担心排烟效果不好，影响健康，与其花5、6千买个传统烟机，还不如再添点钱换个集成灶，油烟吸净率能达到95%以上，还省了少做1米橱柜、1米台面的钱，是不是性价比更高？3、净水器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注重饮水健康，净水器本身也是个好东西，比普通饮水机方便更卫生，而综合使用成本比桶装水费用还要低。普通家庭买一个1、2千的品牌 RO 反渗透净水器就够用了。但是现在很多净水器商家会利用大家担心水质影响健康的心理，大肆宣传他们的产品在过滤方面如何优秀，增加一些可有可无的附加功能，从而卖高价，哄骗消费者买单。比如某某品牌的微滤机产品，只是在滤芯里仅加了一个紫外线灯，就要卖到7000元。不仅如此，后期更换这样一个滤芯，价格也要在1500左右，简直是智商税。所以选择净水器的时候，一定要了解自己的需求，选择适合自己的，不要盲目跟风。这个东西真不是越贵越好。例如南方地区的朋友，水质本身就很好，水中的杂质含量也特别少，这个时候选择一台可以滤除大部分杂质、能除菌的超滤机就可以了，甚至前置都不需要装。小东建议买净水器，关键还是要看滤芯。你所在地区水质不是很差，选了超滤膜的即可；水质差一点的地区，选了反渗透膜的也足够了。其次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净水器产品需要定期清洗和更换滤芯的，才能保障过滤出来的水质健康。所以，重点是品牌售后和后期更换滤芯的成本问题。4、洗衣机。经常有装修的朋友问，洗衣机到底是选涡轮还是滚筒，哪个更好？涡轮洗衣机操作简单，省时省力，而且洗的衣服还干净。市场上1、2千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品牌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花7、8千，甚至上万元买一台滚筒洗衣机。那贵的滚筒洗衣机基本上就是功能更完善一些，净味杀菌、空气洗、烘干无褶皱等等。但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这些功能完全没必要。家里有多少高端衣物需要这么精细洗？多花了几大千块，平时洗的都是普通面料的衣物，性价比实在不高。就算偶尔有几件高档面料的衣服需要精洗的，直接拿干洗店洗不是更实惠？所以洗衣机没必要买太贵的。小东建议选择洗衣机尽量选择容量大的，考虑性价比就买涡轮，追求护衣省水的就买滚筒。
另外，洗烘一体机不能100%烘干，后期还需要晾晒，性价比不高。结束语：选任何家电，更应该关注是产品本身的实用性，而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功能噱头，看则有用，实则鸡肋。毕竟大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别拿自己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去交智商税。装修是个无底洞，能省则省，一定要把钱用在刀刃上。这些年大家挣钱都不容易，买了新房之后，很多朋友的装修预算本就剩下不多，所以在装修买材料的时候，自然就会退而求其次。但是不管你的装修预算有多少，这7样东西还是建议大家必须考虑用品牌的。这几种材料不仅关乎到装修完房子的质量，还会影响到你和家人日后的居住体验。瓷砖，有些装修博主说买瓷砖不用看品牌，质量都差不多，其实这完全是个误导。品牌瓷砖不论是平整度还是花色釉面的逼真程度，都是杂牌瓷砖无法比拟的。特别是佛山品牌瓷砖和江西贴牌瓷砖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。瓷砖的质量好坏，作为普通业主是很难分辨出来的，只有瓦工师傅真正上手去切割几块瓷砖，去铺一铺，才知道这块瓷砖真正的质量究竟好不好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相信大品牌。虽然品牌瓷砖也有贴牌，但毕竟它会有一定的执行标准。小东建议，想节省费用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墙砖稍微选差一点的，不会影响整体的装修质量，但地砖一定要选好的，可以考虑2、3线的佛山品牌瓷砖。乳胶漆，如果你家墙面打算用墙纸或壁布的话，那其实是不用考虑品牌的，因为你所知道的这些品牌自身也不生产材料，不过是个中间商，俗称的2道贩子。咱们只要去关注材质和施工标准就行了。但如果是考虑用墙漆，那一定要用品牌的乳胶漆。大品牌的乳胶漆不论是耐擦性以及成膜的饱和度，都要比杂牌强好多倍，它也直接决定了你家的装修档次和涂料水平。不是品牌的乳胶漆，你刷到家里，首先不敢保证它环保，第二它的质感也很差。小东建议，如果想省钱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选择大品牌的1等品乳胶漆，性能方面和优等品乳胶漆相差不大，但价格却便宜很多。水管，家装水管一般是埋在家里的地面、墙面或顶面，施工完我们是看不到、摸不到的，完全都是隐蔽工程，所以它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。水管管件后期一旦出现问题，那么返工维修带来的损失堪比一次重新装修，所以水管不能图便宜，必须要用品牌的。但是大家记住，选国产那些大品牌就可以了，不要去相信什么所谓的进口品牌水管。先不去说它质量好坏，单从售后服务保障来说，国产的日丰、伟星、联塑、金牛这些知名的品牌肯定比那些全国仅有1、2个代理的进口品牌要好太多。小东建议，水管想控制预算的话，如果是低楼层或自建房，不受水压影响的话，我们使用4分管就行。房子楼层较高的，厨房、卫生间的主水管用6分管，其他用水地方使用4分管即可。板材，板材是全屋柜子的主要材料，关系到环保问题。你会发现，现在市场上的这些全屋定制品牌，不论大小，都敢说自己有板材的生产工厂，有自主的板材品牌。事实上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得更好，只是为了降低成本。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，你根本无法辨别板材的质量好与坏，所以你在你不懂的情况下，还是要去相信那些真正有原材料的专业板材品牌，比如大亚、露水河、千年舟、福人等等。好的板材品牌，不论是它的技术，还是它的品控，还是市场上的成熟度，都要比那些所谓的自主品牌好太多。用大品牌的板材组装的定制家具，不管是环保还是稳定性，都让人更放心。小东建议，同样的板材，无论是颗粒板还是多层板，它们的价格差主要体现在封边和饰面上，所以预算紧张的话，就可以考虑性价比更高的双饰面材质，以及普通的 EVA 封边工艺，价格便宜很多，还不影响柜子的质量。马桶，马桶是卫浴产品里最值得花钱的产品之一，毕竟它的咱们日常生活里面经常用到的东西，每天的使用频率也非常高，所以在这上面多花钱也是非常值得的。而且你会发现市面上的马桶多少钱的都有，从几百到几千，甚至上万元的马桶，它也确实是1分钱1分货的东西。大品牌的马桶，不论是釉面还是下水件，都是杂牌马桶无法比拟的，好坏之间可以说差距非常大。所以说，
咱们买马桶一定要选择大品牌的，品牌的技术和售后都相对更成熟，也没必要去追求那些国际大牌，像九牧、箭牌、恒洁都是国内非常优秀的卫浴品牌。小东建议买马桶想省钱省心的话，可以直接网购，认准品牌官方旗舰店就可以了。线上选择的款式多，还包送货上门安装，而且线上的折扣力度也比实体店大很多。6. 照明灯具，不否认装饰灯具是暴利行业，特别是一些造型装饰灯，其实没必要选大品牌的，只要款式喜欢，适合你的装修风格，价格合适就可以了。但是，一些照明灯具一定要选品牌的，比如说家里所有的光源、筒灯、射灯、线性灯这类照明灯具，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。灯光的显色、光衰、炫光品牌和杂牌之间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。照明灯具选错了，不仅影响灯光的层次感、装修的档次、氛围感，还会产生灯光频闪，造成光污染，影响健康。小东建议，对于照明灯具选择大的品牌，虽然会有一定品牌溢价，但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是无可挑剔的。选 LED 灯，推荐雷士和希顿，这两大品牌是商业领域沉淀多年的实力大佬。吸顶灯推荐销量连年霸榜的欧普照明。7. 床垫，床垫一定要选品牌的，这一点我想没人会反对吧，毕竟它关乎到人们的睡眠质量。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不足，不仅会降低生活质量，还会引发一些身体疾病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注重健康的人通常都舍得在床垫上多花钱。当然，不是说床垫越贵越好，但那些专业生产床垫的大品牌，在材料选择、制作工艺、环保标准以及符合人体功能学、舒适感等等这些性能上，都要远超非专业品牌。而且现在很多国内的本土品牌床垫，比如象雅兰、喜临门，价格不贵，3、5千的床垫还挺好用。还有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床垫品牌，像什么蓝盒子、菠萝斑马、七座等，还推出了免费试睡，不合适可退货，性价比也挺高。小东建议，好的床垫不仅可以保障你的睡眠质量，也影响你白天的工作状态，所以应该是预算范围内选择最贵的。想省钱的话，可以考虑在床架上节省一些预算，毕竟它的作用就是支撑性，无论是实木床还是软体床，足够结实就可以了。说在最后，不管你的装修预算是否充裕，装修时也要合理的去规划，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即便是预算再紧张，也建议以上这7样东西要买品牌的，因为一旦这些材料出现了一点点问题的话，影响的不仅是房子的装修质量，还会涉及降低生活品质。家用电器在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，不仅可以帮我们做家务，还能解决生活中的难题。因此，咱们在装修新房时，也会选择购置各种各样的大家电。但是，有一些新兴的家用电器，如果你选不对，可能买得起，但未必用得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产品本身并不贵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它的能耗和耗材非常高。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说5种买得起可能用不起的家电产品，如果不是富裕家庭，还是劝你谨慎入手。1. 洗碗机。洗碗大概是年轻人最不爱做的家务之一，洗碗机的诞生帮助我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，对懒人来说更是福音。不可否认，用洗碗机代替手动洗碗，碗筷不仅洗得干净卫生，而且还能解放双手。纵观国内的洗碗机市场，这些年也卖得风生水起，而且国内的洗碗机产品也是越来越成熟，基本3、4千元就能买到一个功能齐全的洗碗机。但是很多人购买时往往会忽略到它日后的耗材问题，比如洗碗机日常使用中必须要用到软水盐、漂洗剂以及洗碗液或洗碗筷，这些耗材加一块，每次洗碗的费用大概也需要2、3块钱。虽然看似不多，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尤其是一些高端的洗碗机，还要配合专用的洗碗凝珠使用，价格更是贵得离谱。另外，洗碗机的工作过程是先冲洗加漂洗再加烘干，所以你会明显感觉到家里的用水量和用电量也会有一定的提升。这样综合算下来，一天的费用基本也得花费10块8块的。对于普通家庭，你觉得用不用得起吗？2. 烘干机。过去洗完衣服还需要单独晾晒，赶上阴雨天可能2、3天都干不透，很让人烦恼。烘干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一个生活中的难题，于是很多业主在房子装修时都专门购买一台独立烘干机，或者是选择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来解决衣服晾晒的问题。烘干机非常实用，但是烘干机最大的使用费用就是电费，因为每次烘干至少要1、2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很多人吐槽用了烘干机之后，每月家里的电费蹭蹭的往上涨。
所以如果说你是处在一个环境比较潮湿的城市，这地方就是经常性的阴雨天，天天被褥都非常潮，那么买一台烘干机是很有必要的，至少可以提高生活质量。或者你不在乎每个月多出的这个180块的电费，也可以考虑。另外，如果考虑好购买烘干机，建议选择独立的热泵式干衣机，烘干时间短，效率高，干衣效果也好。不要买洗烘一体机，干衣容量小，耗时长，而且烘干效果还差。3. 零冷水热水器。什么叫零冷水？简单说，就是家里的水龙头一打开就有热水，不再需要排冷水。当然，这也是零冷水热水器最大的卖点。如果家里热水器没有这个功能，那就意味着你每次打开水龙头或花洒的时候，想要用到热水，就必须等待10几秒或半分钟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很多业主为了获得更好的用热水体验，就会选择购买零冷水热水器。当然，要想实现热水即开即热，还需要在家里最末端的用水口再接一个回水管，让它返回到燃气热水器里，也就是常说的大循环，这样才能做到秒出热水。但是带来的弊端就是非常的费电和耗气，因为要让水管里的水始终是热的，热水器就得不停的工作。这也让很多业主吐槽，用了零冷水热水器，每月燃气费至少要增加300-500元。当然，现在一些高端的零冷水热水器也有提前预约，或是设置时间段去循环，还有手动循环或者脉冲式循环，确实可以做到节能省气，但也失去了冷凝水的本质。4. 净水器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大家对于家庭饮水健康也越发重视，于是很多业主会选择在家里安装净水设备。其实净水器的价格并不贵，比如就拿厨下净水器来说，一般大品牌的也就1-2千元左右。对于这个价格，大家还是普遍都能接受。但是这种净水器想要始终保持水质干净，还需要定期去更换滤芯。它比如活性炭的，有 PP 棉的，还有 RO 反渗透的。有些朋友觉得花2000块钱左右买一个净水器没什么负担，但是等用上了才知道，每年换滤芯的费用还要700-800。我之前还遇到过业主对净水器不懂，不小心买了某品牌的微滤机产品，后期更换滤芯的费用甚至高达1500元，真是典型的买得起用不起的产品。另外，它还会产生一定的废水，都会从能耗上有所增加，所以家里水质如果不是太差的话，就没必要安装净水器。即使全年用桶装水也比这个便宜。如果实在需要安装厨下净水器，也建议大家选择通用滤芯的，后期更换滤材的费用也会省很多。结语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以上的这4种电器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它们确实可以提高一定的生活质量，但是反过来说，即使不用它，咱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很大影响。所以说，这些电器并不是生活中的刚需，买之前还是要考虑清楚再决定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，近些年净水器销售火爆，人们对饮水健康的意识也不断加强，更多的人愿意为了能喝上一口健康的水而纷纷掏钱买单。一提到这个净水器，各种五花八门的高科技、花里胡哨的滤芯最能骗人了，还有一些进口产品、进口技术等等，老百姓一琢磨，多花点钱肯定没错，因此让很多不了解净水器的人当了冤大头。那么市场上1-2千元的净水器和7-8千元的到底有什么区别？首先，我们要先了解3点真相，避免上当受骗。真相1，净水器说白了就是几个滤芯，加上一个水泵，2个电磁阀，还有一个外壳，真不是什么高科技。其次，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所谓的洋品牌其实都是国产的，只是卖给你个商标而已。这个净水器除了外壳跟品牌之外，内部的所有零部件都是采购组装的。如果咱自己有动手的能力，能少花不少冤枉钱。就拿现在主流的 RO 反渗透来说，1-2千的也有，7-8千的也有，基本本质上没什么区别。净水器起作用的就是它里面的滤芯儿，成本不过在1000元左右，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。所有的净水器厂家只不过是换个壳而已。真相2，净水器的水质好坏只跟滤芯有关系。再好的净水器滤芯的质量要是不过关的话，滤出来的水也是白瞎。因此，水质的好坏主要是靠滤芯的，而不是一些花里胡哨的概念。都是一种材质过滤出来的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并且滤芯是易耗品，用上2-3年以后，你要是不更换的话，这台机器也是废品。所以说，滤芯是要看里面的滤材哪种更好，只要用上好的滤材，水质是有保证的。这个跟净水器的品牌是没啥关系的。如果你感觉塞到你橱柜底下那个8千元的净水器能让你感觉到有面子，那只能说你是人傻钱多了。真相3，净水器的实际作用是过滤自来水，提升水质，方便饮水。
再高端的净水器也不会改变水的本质，水还是自来水，对身体没有任何新陈代谢的效果。不要相信那些夸大的虚假宣传，说什么净水器还有美容养生的功效，说什么过滤的自来水对健康有好处，甚至还能缓解慢性疾病等等，这些肯定是妥妥的智商税，说白了就是商家的营销手段。还有什么弱碱性水、磁化水、能量水，什么矿物水、富氧水、小分子水等等，都只是些概念而已，并不靠谱。咱们要理性看待，千万别被误导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水垢的主要成分就是钙、镁离子，重金属也是离子。净水器它就是个筛子，它能区分这个离子跟那个离子吗？咱们也只能说，过滤的网眼越小，效果就越好，也就是筛子越细越好。目前在众多的净水设备中，当下比较热销的净水器产品有超滤净水器和反渗透净水器两种，其实都属于末端净水产品，适合安装在厨房里。超滤净水器的过滤精度是 0.01 微米，反渗透净水器的过滤精度是 0.0001 微米，可见两者的净水效果差异还是比较大的。想净水效果达到直饮，无疑反渗透净水器是最佳选择。有必要装净水器吗？首先，咱们家用的自来水出厂的时候一定是符合标准的。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前置净水设备到中央净水器这类产品，更多的是为了保护家庭用水电器，防止堵塞的作用。而对于饮用水来说，危害最大的就是钙、镁离子和重金属污染物，什么肾结石、铅中毒都是这些东西的功劳。而唯一能过滤这些的东西叫做 RO 反渗透膜，经过了这层膜过滤的水，才能真正达到无污染直接喝的标准。然而，现在一些不良商家卖的一些上万元的高端净水器，不管有没有 RO 膜，都在说自己的机器净化出来的水可以直饮，什么 PP 滤芯、活性炭滤芯、超滤滤芯，你有再多滤芯也解决不了钙镁离子的问题，喝完该结石还结石，就是彻头彻尾的智商收割机。所以除了反渗透净水器，其他的其实真没什么必要。其实买净水器没那么复杂，给大家3点参考建议。第一，净水器不需要买太贵的，现在这么多性价比高的国产净水器，2000以内的就很不错了，普通家庭完全够用。其次，一定要有 RO 反渗透膜才能够过滤掉金属离子。第二，一定要买能插电的，因为 RO 膜需要物理加压，出水才快。第三，净水器的滤芯用一段时间就需要换，所以一定要注意更换滤芯的成本，不然买得起可能用不起。像某力品牌的超滤机产品，价格卖到7、8千，而每年更换滤芯的费用是1580元，简直是智商税。说在最后，净水器可以提升水质，还方便家庭饮水健康，不能说是没用的，买了就是智商税，但没必要花大价钱。另外，是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必要安装，这个还是要根据自家的水质问题以及生活中的用水情况，有针对性的选择，不要盲目的跟风，冲动消费。购买前最好多了解一些净水的常识，才不会花冤枉钱。装修不是抄作业，看到流行的东西就照搬照装，根本不考虑实用性。本期就给大家整理了6个网上很流行而现实很鸡肋的装修设计。1. 客厅阳台打通阳台，增加客厅面积，更显宽敞明亮。客厅瓷砖通铺过去，空间更有延伸感，还省了做推拉门的钱。本身是没有错，可现实中很多户型的阳台都不大，晾衣架就挂在阳台的正中间，洗完的内衣裤挂上去非常的扎眼，还影响采光。平时家里来个客人看到，更是避免不了尴尬。小东建议，想要打通阳台，必须具备以下3种情况的其中一种。第一，户型必须是超长阳台，这样可以把晾晒区放在客厅看不到的区域里。第二，就是装一个烘干机，确保洗完衣物不用晾晒。第三，就是在阳台两侧垛子后边装个小的挂衣杆，这样也可以隐藏晾晒区。2. 无主灯设计，不得不说，无主灯设计确实颜值高，家装更显高级，网上也是非常的流行。但是很多人根本就不考虑层高问题，拉完平顶贴完砖之后，整体层高不足2.5米，坐在沙发上都显压抑，就为了追求好看而降低生活质量，值得吗？其次，顶面装满了筒灯，打开灯一副满天星的效果，一点灯光的层次感没有。小东建议，想做好无主灯设计，首要考虑的就是层高，必须满足吊顶贴砖后要不低于2.6米的层高，这样空间才不会显得压抑。其次，做无主灯灯光是关键，千万别网上盲目找个效果图就落地。想做出效果，灯光的重点照明、氛围灯、基础照明缺一不可。如果你不懂，
建议你找个专业的灯光设计师帮你做落地。3、卫生间壁龛近几年装修，壁龛几乎已经成了卫生间的标配，原本就不大的空间，砖砌的壁龛又占了一部分空间，搞得平时淋浴转个身都难，浪费钱不说，还很鸡肋。更有甚者，怕占空间，也不考虑墙壁的厚度够不够，后期是否有承重安全隐患，直接选择在墙上挖洞做壁龛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做壁龛一定要看适不适合，不是必须要做的。如果是明卫，我们可以把洗漱用品放在窗台上；如果是暗卫，可以在墙角装一个三角形置物架，用来放洗漱用品，平时拿取更顺手，打理卫生也方便，而且不占空间，也更省钱。4、岩板一体盆近2年岩板火遍全网，家装应用广泛，背景墙、楼梯、台面、餐桌、茶几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，拥有超高的颜值和耐用性，深受业主们的青睐。但都知道岩板材料硬度高，所以不是所有产品都适合。比如说卫浴一体台盆，因为硬度高，没办法打磨弧度或圆弧，导致做出一体盆底部只能是倒角打胶连接，而且底部是平的，造成平时用水不能自然流入下水，周边拼接处长时间水泡，玻璃胶发黑发霉，滋生细菌，形成卫生死角。小东建议，居家过日子还是要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大于实用性的产品很容易过时。卫生间台盆首选还是更好打理的陶瓷一体盆。如果实在喜欢岩板的质感和纹理，可以选择台面做岩板，单独买个陶瓷盆，这样颜值和实用性都不缺失。5、卫生间干湿分区半墙设计。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卫生间做成干湿分区形式，干区洗手盆采用半高隔断墙设计，看着很敞亮，拍照片也确实很美，可隐私性全没了，实用性也很鸡肋。卫生间本来就是家里很隐私的地方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在哪里。其次，平时用的牙膏、牙刷、洗面奶、化妆品往哪放呢？尤其是毛巾架放在哪？是不是想让人站在客厅就知道你家有几条毛巾？就说乱不乱吧，起码的隐私得有吧。小东建议，卫生间作为公共空间，设计上还是要有一定的隐私性，建议干湿分区尽量不要做开放式。现在流行极窄边框的金属玻璃门，搭配长虹玻璃，不输颜值，也能更好的做到隐私性。如果实在喜欢干区做开放式，半墙上面也建议做通顶的壁龛或开放格形式，来收纳平时的洗漱用品，这样岂不是更实用？6、黑白灰风格。黑白灰风格的配色确实很高级，但你网上所看到的案例没发现都是大户型吗？而且采光非常好，黑色和灰色都是局部点缀，整个设计感非常的完美和谐。而现实中，大部分人却把灰色作为主色，地面是灰色，墙面是灰色，连沙发茶几都是灰色。赶上天气或者采光不好，整个屋里就是一片死灰，非常压抑。要么干脆大面积使用白色，白色家具、白色木门、大白墙，妥妥的4白落地，没一点层次，毫无美感。小东建议，家庭装修不是住了3天2天，而是10年8年，甚至更久，还是需要一个明亮温馨的环境，更适合居家过日子。所以黑白灰风格只适合欣赏，而中性色或原木风是最适合大众家庭的温馨而又不失气质。说在最后，网上很多高大上的设计都是徒有其表，千万不要为了追求高颜值的拍照效果，盲目的跟风装，等到入住后才发现很多设计都不实用，生活一塌糊涂才知道后悔。近些年在家庭装修中很流行做砌墙衣柜，一听说省钱又环保，很多人都想照着做。没错，当初我家装修也是这样跟风的，但真实情况确实如此吗？砌墙衣柜有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？目前使用1年了，来客观的谈谈感受。说到砌墙衣柜，不得不面对的4个突出问题。1、成本造价并不便宜，好多装修博主说家里面做定制衣柜几万块，然后做这个砌墙衣柜省了好多钱，1800块钱就搞定了。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先不说砌墙，加上里边的5金挂件，然后还有你的柜门，这些都是需要花钱的。其次，再说木工、瓦工、油漆工，这些工种就算你家亲戚，你还要给钱，对吧？所以说省钱多少会省一点，但真的没网上说的那么离谱。就拿我家的砌墙衣柜给大家算一笔账，我家这个宽度1.6米，深度60公分，高度2.7米，其中砌墙加地台加刷乳胶漆的费用大约1000元，某宝买的5金挂件加安装费1200元，衣柜推拉门花费907元，总造价大约花费3107元左右。如果做定制衣柜，我家这个4.32平方的投影面积，
不说用最好的板材，普通10级的颗粒板市场价大约750元每平方米一个投影，整个柜子做下来不过才3240元。当然，有些人会说5金挂架有便宜的，不装柜门可以挂个帘子，这样做确实省钱，但压根不实用啊。先不说便宜的置物架不仅丑，后期还容易变形影响使用，关键是你能做到家里常年不进蟑螂或小强之类的。假如有小动物在衣柜里面打窝，你就等着哭吧。2. 施工难度大，工期长。说到工期，那就需要先了解一下砌墙衣柜的施工过程。第一步，需要用水泥砂浆加上砖块砌成的一面墙，类似于普通衣柜的柜体。第二步，还需要在地面砌一个地台，作用是防止地面反潮。第三步，就是对墙面劈灰、找平、打磨、刷乳胶漆或者贴墙纸墙布。最后一步就是安装金属配件和柜门了。整个过程不仅繁琐，而且难度系数也大，特别是一些横轨、竖轨、金属隔板以及柜门的安装，都需要很高的专业性，不然后期的问题就是层出不穷。假如做定制衣柜，那按照基本的施工装修流程走即可，而且对安装和施工要求也没那么高。3. 美观性不如定制柜。我们做衣柜的目的主要是收纳和保护衣服，那不论是砌墙衣柜还是定制衣柜，都能实现这个功能。所以咱们抛开这个不讲，单从衣柜的美观度这个角度来说，坦白讲，砌墙衣柜的美观度很难做好。就比如衣柜的这些收口做不到很完美，柜门也无法做到严丝合缝。就我家这个砌墙衣柜，钱也没少花，效果是差强人意，总有一种出租房的既视感。假设按照网友的建议，简单的采用金属架加布帘的形式做得再 low 一点，那就真和超市里的货架子、仓库性质一样了。反观定制衣柜，无论是细节处理还是通顶柜门的设计，它的这个美观度都要完胜砌墙衣柜。4. 防潮防湿抗污性差。衣柜其实本身就是要讲究一个密闭性的，只有密封性和防潮性好，才可以保护我们存放在里边的衣物和被褥。那就这2点来看，和定制衣柜相比，差的不只是一星半点。先说防潮防湿，咱们这个砌墙衣柜内部是不是要刷乳胶漆、批腻子，或者是贴壁纸或墙布？像我们北方可能问题不大，但是在南方湿气潮气就比较重，特别是赶上黄梅天，墙面起鼓发霉的几率非常大。除非柜门别装，挂个帘子保持通风，但又影响它的美观性和密闭性。再说密封性，这个砌墙衣柜不管你装什么样的柜门，都无法做到严丝合缝，特别是在北方，风尘都比较大，这就导致时间一长，里边的衣物全是灰尘，因为它密闭性不强。当然了，有些人看到这里会表示不服气，说为啥不把防霉防潮措施做好呢？我想说，防霉防潮材料费、工费不要钱吗？咱们做砌墙衣柜的初衷不是为了省钱吗？如果说花同样的预算，还不如做普通定制衣柜了。砌墙衣柜有优点吗？看到这里，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砌墙衣柜真的是一无是处，毫无优势可言吗？其实也不绝对，虽然砌墙衣柜在美观性和实用性方面确实不如定制衣柜，但它最大的优势是环保性高，这点我很认可。砌墙衣柜的主要材料就是墙面加金属置物架，和板材衣柜相比，绝对的环保。另外，它的内部采用的是可调节的金属置物架，这就代表它的灵活性比较强。和定制衣柜不同的是，金属架可以根据使用习惯和需求任意调节它的高度和位置，那普通定制柜一般都是固定的，就算内部格局不满意也无法改变。总体来说，砌墙衣柜的优势是环保性高，功能多，可塑性强。要说能省多少钱，那真的不好说，但就我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，砌墙衣柜在颜值和实用性方面确实不如定制衣柜。综合我上面说的这些真实感受，到底要不要做砌墙衣柜，那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